比特币出场策略该如何制定？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，请随我看下去。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们现在呢依然坚定的持有这3张多单 ：Avalanche、以太坊还有 Solana 的多单。我们的仓位价值都开的不大，不过我们获得了相当可观的利润。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以太坊呢，从2400加仓一路拿到现在3900，将近4000了。Solana 我们从73块就开始多单，一路拿到现在144，也是将近翻倍啊。那 Avalanche 表现就稍微差了那么一点点，不过我们现在呢，你可以看到我们总合起来的利润啊，相当可观了，已经来到了6万多的美金了。那么如果你也觉得这些收益相当不错，你也想试试看交易的话，那么非常欢迎你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，现在只要 KYC 入金$100就送你$30的现金，现金哦，就是可以提币的，或你质押$500 3天就可以拿到$36.5的现金，一样可以提币，而且这2个活动呢，你可以同时参加。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，其实现在呢，我们打破了一个相当重要的历史规律，也就是我们在减半前呢，我们就突破了前高，或许我们在这一次是这样。那如果我们复盘前面的话，我们可以发现，其实这一次呢，它不寻常。那我们其实早在几个月前呢，我们就有谈到这样的情况。当时比特币的价位在47000左右。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哦，这个是我们在1个月前所发布的，其实是1个多月前了。那当时比特币在47000，我们就说可以在减半之前呢就突破新高。其实我们以现在的视角回头看，还是很有前瞻性的。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，我们当时画的直的线呢。铅直线表示的就是减半的时间点，那我们画的水平线呢，表示的是前一轮牛市的前高。我们可以发现啊，相当明确，我们每一次突破前一轮牛市的前高呢，都是在减半之后。13年那次也是，17年那次也是，21年那一轮牛市也是。我们过去的3轮牛市，我们都是如此的，从来没有一次不是。不过我们这一次呢，我们2025这一次的牛市啊。2024、2025的牛市呢，我们就打破了这样的规律。我们很明确，我们还没有减半，但我们突破了前一轮牛市的前高。那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其实，在1个月前就说这么惊人的话，对不对？其实肯定啊，你可以看到，在1个月前，当时就有人说，这个听听就好啊，减半前要破69000是天方夜谭啊。不过我们当时就有谈到这样的说法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啊。那当然了，很多有些事情我们当然会说错，不过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是对的。那其实这可以告诉我们什么呢？那其实啊，我们在过往的减半都会上涨，这也要我们复盘过往的历史，我们才知道。那既然我们在这一次的减半呢，在这一次的行情，大家都知道会有牛市，大家都知道会上涨的前提之下，庄家该如何做才能最大化它的利润呢？其实也非常容易，就是在减半之前。在大家还没有意识到之前，我们就多涨一些。那么减半之后，市场的人多了，我们就少涨一些。我认为这就是我们这轮牛市呢，庄家他的策略。那既然我们知道庄家有做这样的调整呢，其实我们接下来我们可以做一个推估，也就是我们很有可能呢，山寨季会稍微提早来一些。那么属于比特币强势的阶段呢，很有可能会稍微早的结束。那我们变成这轮牛市啊，有很多的涨幅是会在减半之前我们就产生了。那我认为有一个规律呢，它是没办法被破灭的。那么大家可以仔细注意一下这张图表，我们之前有复盘过，我们也复盘了相当多次。其实每一轮牛市上涨的幅度都是在递减的，至少以上涨的倍率来说。那我认为这点呢，我们在这轮牛市也不会例外，而且我认为后面的牛市啊，也更不可能例外。因为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如果比特币要上涨，那么什么才是推动比特币上涨的动力呢？那肯定是要有原本在圈外的人入圈，并且为前面入场的人接盘，我们比特币才能上涨。因为我们要知道，其实比特币在10年前呢，它就是一个几十块甚至几块美金的东西。那到现在呢，几万块美金，甚至我们很快呢，各位朋友，我们要见到6位数的比特币的，我相信很快的，我们在这轮牛市我们一定看得见。那为什么比特币能这样上涨呢？肯定就是有很多圈外的人加入。那随着比特币不断的上涨啊，很多人都已经加入了，现在没加入的人呢越来越少了。而且其实比特币的市值呢也随着比特币的上涨啊越来越大。那其实你要再把一个已经很大的饼再做再更大，但是就有一定的难度。
因为其实还是有相当多人是不愿意接受比特币的，那愿意接受的，其实进来的，随着我们牛市经过的越来越多人啊，会进来的越来越多。那我认为比特币的上涨呢的涨幅缩短啊，这个是我认为是不会被改变的。那其实还有一点就是，比特币减半的效力呢，矿工对比特币的影响啊，它只会越来越小。这个其实我们有谈到过，而且它是指数性的减小，指数性的减小。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，我认为啊，比特币的上涨很有可能呢，其实已经有大半段啊，都已经集中在这个减半之前了，就跟大家想的不一样啊。既然大家都知道要上涨，那么庄家就来点不一样的花样。所以我认为我们在后面有可能哦，山寨机会比我们想象的要来得更早来到啊，或者说后面呢很多都是这个山寨或者说以太在涨，那比特币的涨幅呢很有可能到我们24年结束。或者说25年初的时候，很有可能就会暂时告一段落。那这是我们可以稍微观察一下的。好，那还有一个图表呢，是我认为我们现在应该要重视的，就是这个图啊。这个是 parabolic curve， 也就是这个二次曲线图啊。那你可以看到呢，我认为这个图呢非常非常符合我们当前比特币的盘面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其实我们从现在的周线，对不对？我们先画出这样的二次曲线。那我们都知道啊，一次线就是这个斜线哦，斜线呢，它只要有2个点就可以固定。那这种二次曲线呢，我们要有3个点，我们现在就可以找到3个点，所以这条线它是有唯一的，它是唯一性的，它具有唯一性。我们没办法在这个图表上由这3个点画出第2条二次曲线，没办法，所以这条是有唯一性的。那我认为这就是有效力的。当然了，越多接触点肯定是越有效，而且我认为呢，我们现在在走的呢，其实就是我们这样的模型啊。那我们这里有4个 base， 对不对？一个base 1、base 2、base 3、base 4。那其实我们在这边呢，没错，它也就刚好有4个，刚好就有4个。那我认为我们现在呢，这是4，那这是3，这是2，这是1啊。base 1、base 2、base 3、base 4。那我们现在其实已经到了，你可以看到基本上是接近顶部了。那你可能会说了，那你为什么不在之前就讲呢？没错，我们就在之前就讲了，我们是在3周前说的，当时也是不少人看过这支影片啊。2月18号，我们当时就有谈到了这样的图表。那当时比特币的价格呢是在52000，也就是说我们刚刚脱离 base 4。那其实它在下方有一段英文字，这段英文字呢，也就是我们在 X 点的时候啊，我们的上涨会加速。那其实我们来对应到我们当前的图表没错，我们就是在 X 点的时候呢，我们的上涨开始加速了。X 点是在什么位置呢？是在这里。大概在25000的时候，我们上涨开始加速，完美的符合了这样的图表对吧？那我们现在base 4呢，其实也已经走出来了。你可以看到，这跟我们当时的预期呢，在3周多前的预期基本上是相同的。那我也认为呢，我们现在呢，确实是有一些风险，必须跟大家提醒一下的。当然不是说比特币不能继续涨。如果你问我说，未来的1个月可能3-4个礼拜、1个月，我认为比特币它还是会继续上涨的。甚至我认为我们很快呢，我们可以来到8万其实8万可能会说要涨1万刀，对不对？但各位朋友们我们现在是7万7万要涨1万刀的难度，跟当时2万要涨1万刀的难度是不一样的。我们7万要涨1万刀，15%而已我们当时2万刀要涨1万刀，要涨50%这是天差地别的，天壤之别你可以看一下，我们从现在的价位对不对，然后往上涨到8万，对15%没问题15%那真的有很多吗？各位朋友们，我们从38600到现在的上涨没错，我们已经涨了83%，有多么可怕？这其实现在我认为风险主要体现在几个地方。第一个就是你可以看到确实没错这根周线呢，就如同我们预期，就如同我们前面所说，我们收出了我们这1年以来呢最大根的周线收线。这其实我们在上周星期一的时候就有提到了。那现在呢，完美的符合我们的预期，它就是收了1年以来最大的周线，但是我们却没有创造出我们前面这样子上涨的幅度。因为我们这根 K 线它上涨的呢就只有 10% 左右，那么前面这一根呢是 22%， 就表示我们上涨的幅度变小了，努力了没有结果，它确实是供应增强的表现。那再来你可以发现其实我们从15500到现在都没有回调，并不是说我们要去做空了。我认为我们现在到未来的2年，我们都不应该做空，有任何空头的机会我们都不应该做，我们只要做多就好了。
只有两种状态，第一个做多，第二个不做。未来的2年呢，只可能出现这2种状态。那我们从15000一直到现在7万啊，都没有回调，没有周线的回调，日线的回调有，周线的回调没有。那什么时候会出现呢？或许我们真的可以看一下这个图表。如果我们在什么时候呢？我们跌破了这个2次曲线，那我认为我们就应该要小心，要注意了。那其实最后一点呢，也是比较表面啊，也就是资金费率。你可以看到，其实我们已经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资金费率一段时间了，好一段时间了，这个是不争的事实。那当然，资金费率可以再更高了，或许可以到1/1000，甚至1/1000有2/1000都会有的。我认为，在一个极度看涨的市场呢，我们是可以到达1/1000到2/1000的。那现在其实还有一小段距离，不过呢，我们也越来越接近了。那当然，我还会持续持有我的多单，持续持有我的现货。那直到我们什么时候出现了更为明确的风险信号的时候，至少在技术层面上，比如说在周线、在日线，出现了比较风险的信号的时候，我认为我们才要去考虑出场。不过现在确实这个风险确实是离我们越来越近了。好，非常感谢各位。如果大家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，非常欢迎你帮我点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，拜拜。